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地给我一个 like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会逐渐走向衰老，衰老速度也会越来越快，身体各项机能的功能也会变差。尤其是60岁之后，很多慢性病会找上门。因此在问及长寿的方法时，很多人也会给出多喝水、多运动这2个观点，还有这几种水果也可以帮助人们延年益寿。一起来看看吧。10个长寿水果排行。10. 排果之中，梨又被称为快果、玉乳，因其鲜嫩多汁，被称为天然矿泉水，具有清热、解毒、生津、润燥、清心降火的作用，对肺支气管炎及上呼吸道有相当好的滋润效果，还可以帮助促进食欲，有良好的解热利尿作用。9. 甜腻美味柿子。柿子味甘涩，性寒，其所含的维生素及糖分要高出一般水果1到2倍，可以养肺护胃，清除燥火。8. 香蕉，调控血压。香蕉含有大量的钾，具有调控血压、预防中风的功效。香蕉里含有的膳食纤维对于通畅肠胃、预防便秘有良好的效果。香蕉里的维生素 B6 有助于调节血糖，能有效地缓解出现的各种症状，想要缓解宿便，可以自制一杯香蕉蜂蜜奶昔，有助于缓解酒后肠胃不适、血糖升高的症状。香蕉里的 B 族维生素对于紧张的情绪具有镇静作用。香蕉含有的色氨酸在人体内会转化为血清素，对于放松身体、改善负面情绪就有一定的效果。香蕉里含钾特别高，工作生活中需要用脑的时候可以吃点香蕉。7. 西域佳果，石榴。石榴本是西域特产，自汉代时传入中原。石榴味甘酸，色温，能有效的抗氧化，减少体内沉积的氧化胆固醇，延缓衰老。6. 甘果之王，板栗。板栗性味甘温，入肺胃肾3经，可以养胃、健脾、补肾、壮腰、强筋、活血、止血、消肿等。5. 大夫第一药。苹果其性味甘凉，具有补脾气、养胃阴、生津、解渴、润肺、悦心的功效，被称为心血管的健康保护神。多食用可以改善呼吸系统及肺的功能。工作紧张之余，闻闻苹果的清香，还能提神醒脑，缓解紧张的情绪。4. 维生之王，猕猴桃。猕猴桃得于猕猴对它的喜爱，其维生素 C 的含量极高。另外，此果还有血清促进素，可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、镇静心情。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促进心脏健康。猕猴桃性酸味甘寒，也具有生津、润燥、解热、除烦的功效。3. 天堂之果，橄榄。这是土耳其人对橄榄的赞誉。橄榄的果肉富钙质，新鲜食用对人体颇为有益。橄榄味甘酸，性平，可以清热解毒、消积化痰、滋润肺喉。2. 酸甜适中柚子。柚子是一种典型的南方水果，酸甜中带有略微的苦涩，汁水丰富，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， 其所含的天然果胶能够降低胆固醇的含量，并有助于铁钙的吸收。1. 长寿食品，山楂。山楂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山里红，山楂中丰富的黄酮类及大量的维生素，能够有效阻止自由基的生成，增强身体免疫力。山楂甘酸微温，是开胃消食、增强消化功能的良药。想要更长寿，不触碰红线会更靠谱。
一、戒酒。酒精对人体造成的危害较大，可能对人体的大脑、肝脏、胰腺、心脏、胃部等多个器官造成伤害，因此生活中尽少触碰酒精制品，以保证身体健康。二、生气不要隔夜。年纪大了之后，就应该少点坏情绪，即便是有坏情绪，也不应该隔夜。有的人情绪管理能力较差，可能就爱生气，总是生气，对血管以及肺脏健康都是很不利的，也就可能会影响到寿命。三、睡眠不要少于5小时，别超过9小时。上了年纪的人，睡眠大多都比较差，晚上睡眠时间会变少，有的人可能会将午睡时间拉长，也就会让一天的睡眠时间拉长。此种情况其实并不是有益健康，反而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些问题。研究表明，睡眠时间过长，死亡风险也是呈现上升趋势。吃得过饱，人过60岁，饭量上应该相应的缩减一点，不必吃得过饱，每次吃到7、8分饱会更加有益健康，可能也会使得寿命延长。除此之外，人们常说血管永同寿，意思就是血管越年轻，人体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也就越年轻。为何说血管永同寿？人体当中的任何组织器官都离不开血的滋养，而血管是输送血的通道，对人体健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可以说血管是一个大系统，遍布全身，从大血管四通八达到中小血管，一直到微血管，血管遍布全身。血管是否干净通畅，也能反映一个人的健康状况。当血管逐渐堵塞，主要器官得不到血的滋养，组织会破坏。简单来说，只要血管始终保持干净通畅，就能给人们的身体输出养分，直到生命的终结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年龄的衰老会逐渐伴随着体内血管的衰老，但如果血管能保持年轻健康的状态，人也会显得精神饱满，也就是人与血管同生。如何判断血管是否健康？一、摸手腕。如果想知道一个人血管是否健康，可以通过触摸手腕上的脉搏来判断，因为脉搏跳动和心脏波动频率是一样的。一般来说，心脏和脉搏的跳动频率是每分钟60到100次，如果在这个范围内，就可以说明血管比较健康。二、紧握拳头观察，先观察30秒左右，然后松开手掌观察颜色变化，握拳时局部微循环缓慢。但如果血管健康，那么局部血液循环会立即恢复正常，手掌的血色也会恢复。如果恢复时间能维持在3秒以内，就说明血管是健康的，但是如果超过5秒就要提高警惕了。血管被人们称为生命的通道，因为只有保持血管通畅，才能保证正常的血液循环。血液循环在标准范围内，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健康长寿的体质。所以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多注意血管的健康，如果有什么异常情况，一定要及时咨询医生，不要一拖再拖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